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传赖俊介老师所著的《炸鸡的诅咒》这本书。也许在座的某些人会承认自己一直对炸鸡所着迷，无论是炸鸡、猪排、天妇罗、煎鱼、炸薯条还是薯片，我们总是乐此不疲地享用着各种炸物，认为它们外皮酥脆，简直是美味至极的代名词。在工作劳累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顺路到居酒屋等地方，点上一份炸物作为小酌的伴侣，这或许是人生的一大乐趣。但对于这样的人，我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今天我必须在这里传达一下与炸物相关的残酷统计数据。毫无疑问，炸鸡、炸薯条等其他炸物不仅会破坏我们的健康，增加体内脂肪含量，是极度危险的食物。虽然突然间说出这样的话可能会引起有些人的质疑，但接下来我会尽可能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炸鸡等其他炸物会破坏我们的健康。如果您能理解并接受这些信息，我希望您能借此视频重新审视自己吃炸物的习惯。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吃了会导致提前10年死亡的危险食物；第二，绝对不能使用的沙拉油。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吃了会导致提前10年死亡的危险食物来开始解释。这个所谓的危险食物就是炸鸡。在座的观众中，可能有人会说我不喜欢吃炸鸡，但实际上这种人可能少之又少。我猜有95%左右的人都会回答我喜欢吃炸鸡。炸鸡毋庸置疑是世界各地都非常受欢迎的食物，在各种快餐店的菜单中必定会出现，并且拥有爆炸式的人气。而且不仅限于快餐店，你也可以在超市、便利店等地方看到炸鸡。这么多的炸鸡品种充斥在我们周围，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它们很畅销。我们经常喜欢吃炸鸡，但我必须向所有吃炸鸡的人坦诚一个残酷的事实：根据对约11万人的调查研究发现，每天食用一份炸鸡的人，死亡率会增加13%。而且不仅仅是炸鸡，每天吃油炸食品的人的死亡率也会增加8%。日本人尤其喜欢吃炸物，这一点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另外，孩子们也喜欢油炸食品，比如炸鸡、猪排、天妇罗、煎鱼等。当这些油炸美食端上餐桌时，孩子们会感到非常开心，对吧？然而，我认为我们应该停止在晚餐时给孩子们提供这些油炸食品。为了让孩子们开心而食用油炸食品是不正确的。油炸食品在我们生活中确实很常见，无论是在快餐店、超市、便利店还是外卖店，都随处可见。但是如果是这么危险的食品的话，为什么它们会如此普遍呢？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商店都提供这些食品呢？有些人仍然无法相信油炸食品对健康有害。当然，我会努力让大家理解为什么油炸食品对我们的身体有害。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油炸食物会增加我们体内的脂肪含量，对健康非常有害。因此，尽可能减少摄入量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解释一下之前提到的吃炸鸡会让死亡率增加13%的研究。这项研究由美国的爱荷华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进行的。他们调查了全美40所医院，对107000名女性的饮食习惯，从1993年到1998年进行了追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喜欢食用炸鸡的女性与不食用的女性相比，死亡率要高出13%。参与研究的女性大多数并不是在老年时才开始食用油炸食品的，而是在年轻时就养成了这种习惯。因此，导致死亡率增加了13%。举例来说，如果将平均寿命设定为80岁，那么食用炸鸡的人可能在70岁左右就会死亡，比不食用的人提前大约10年去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仅仅是炸鸡，其他油炸食品也会增加死亡率。鱼类、贝类等油炸食品也不应该摄入。喜欢食用鱼类或贝类油炸食品的人，其死亡风险比不食用的人高出7%。一般来说，像鱼类、贝类这样的海鲜被认为是对健康非常有益的食物，
但一旦将它们油炸，死亡率就会迅速上升，从而变成危险的食材。在听到这些信息的人中，也许有很多人喜欢油炸食品，也许有些人认为享受油炸食品作为晚餐是唯一的乐趣。有人可能会说，我真的特喜欢吃炸鸡，炸鸡是我的最爱。但作者呼吁大家最好改变这种习惯。目前提供各种各样油炸食品的店铺太多了，例如一些国际知名连锁快餐店就是典型的代表。此外，在便利店也能买到像炸鸡之类的食品。作者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这些东西真的非常危险。当然，即使知道了所有这些信息，仍然有些人可能会说，我真的喜欢油炸食品，无论死亡率增加还是健康受损，我都会继续享受油炸食品。对于这样的人，我没有权利制止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在了解这些事实后仍然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那么我想说，这是完全可以的。最糟糕的情况是在不了解油炸食品危险性的情况下继续食用。通过今天的内容，可以让我们决定如何面对油炸食品。当然，作为个人愿望，我希望大家尽可能的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量。如果只是偶尔享受一下作为奖励的油炸食品，那么可能还在可接受范围内，但请尽量避免经常食用。至于如何抉择，我想这是每个人自己的决定。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油炸食品的危险性，但是除了炸鸡、猪排、天妇罗、煎鱼之外，还有一种广受欢迎且大家喜爱的油炸食品，那就是炸薯条。炸薯条也是在各种快餐店中经常提供的人气商品。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以炸薯条的超级人气而自豪。针对这种食物，我们已经进行了对我们健康影响的研究。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研究结果。那些每周吃2次以上炸薯条的人与不吃的人相比，早死的可能性要高出2倍。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可能会有所思考，刚才不是说每天吃炸鸡会增加13%的死亡率吗？但是现在每周吃2次以上炸薯条就会让死亡率增加2倍。那炸薯条比起炸鸡不是更糟糕吗？是的，您说的完全正确。科学告诉了我们残酷的真相。与刚才提到的炸鸡相比，炸薯条对我们身体的危害更大。仅仅每周吃2次炸薯条，就会使死亡率增加2倍。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些令人震惊的数据来自于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4国的研究团队进行的研究。他们发现，每周食用2次以上油炸薯条等土豆制品的人，死亡风险增加了约2倍。这项研究涉及了4400名受试者，历时8年，对所有人的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进行了追踪调查。随后，研究小组对土豆的摄入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将其根据烹饪方式分为煮和炸2类。分析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土豆烹饪方式的前提下，每周食用3次及以上与每月食用1次或以下的人群相比，其死亡风险并没有明显差异。然而，进一步对土豆的烹饪方式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每周食用2到3次油炸土豆食物，如炸薯条、薯片、土豆饼等的人群，其死亡风险升高了 1.95 倍。每周摄入油炸土豆类食物3次以上的人，其死亡的风险更高。总的来说，土豆本身并非有害物质，但通过油炸这种烹饪方法会使土豆变成一种有害食物。因此可以看出，油炸这种烹饪方法对身体的不良影响。研究表明，油炸食品揭示了烹饪方法这一根本原因。鱼类和贝类通常被认为是健康的食物，而土豆本身也是无害的。只有在油炸的瞬间才会转变成对身体有害的物质，这使得油炸成为一个存在问题的烹饪方法。那么具体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油炸食品会对健康造成如此大的危害呢？首先，油炸食品对身体不利的原因之一是含有反式脂肪酸。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反式脂肪酸是一种对健康有害的油脂。具体来说，反式脂肪酸会导致记忆、学习、情绪和行为等方面异常，造成大脑障碍，还可能引发不孕、
妊娠和分娩的问题，以及各种癌症，如大肠癌等，还可能导致糖尿病、抑郁症、认知障碍等各种疾病的发生。此外，反式脂肪酸与心脏病、动脉硬化等疾病有关，已经有报道指出了这些负面影响。在世界范围内，这些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严格的监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日本对反式脂肪酸的标识和监管都落后于世界水平。实际上，外卖行业以及在超市、便利店等销售的酥脆炸物，已经被指出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油炸食品中经常使用含有大量反式脂肪酸的食用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油会氧化，使食品不再酥脆。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恢复食品的酥脆感，那就是添加起酥油到炸油中。油炸食品的美味程度主要取决于酥脆感，如果添加了起酥油，就能更好地带出酥脆感。所以，对于外卖、超市和便利店等提供的油炸食品来说，即使含有反式脂肪酸，添加起酥油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食用这些食品，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伤害。另外，除了反式脂肪酸外，还有丙烯酰胺这个问题。前面我提到过一个可怕的数据，即每周食用2到3次油炸土豆食品就会增加2倍的死亡风险。那么，为什么油炸土豆食品对身体有如此大的危害呢？因为当土豆在高温下加热时，其中的一些成分会转变成一种强致癌物质，即丙烯酰胺。丙烯酰胺最初被广泛用于工业，已知会导致癌症和生殖障碍。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和农林水产省等机构的研究发现，加热至约120摄氏度的碳水化合物会大量产生丙烯酰胺。薯片、油炸马铃薯、甜甜圈以及用油炸制的零食等食品中含有大量的丙烯酰胺。事实上，已经在高温油炸的薯片和炸薯条等食品中检测到了高浓度的丙烯酰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也公布了油炸土豆和谷物类食品中含有大量致癌物质的信息，其中就包括丙烯酰胺，特别是薯片和炸薯条里面的丙烯酰胺的含量极高。虽然还没机构有对薯片和死亡率进行过专门的数据研究，但结果很可能与炸薯条相似，即会增加死亡率。因为无论是炸薯条还是薯片，都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丙烯酰胺。这一内容可能会让大家感到震惊。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油炸食品确实对健康有害。原本健康的食材，如鱼类和海鲜，一旦油炸就会变成危险的食物。而在所有油炸食品中，以土豆制成的炸薯条尤为危险，因为土豆容易生成丙烯酰胺。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可以让大家减少油炸食品的摄入量。想必很多人下班后可能会感到疲惫不堪，想着今天的晚餐是否在便利店或超市解决，然后买来一些油炸食品，匆忙地应付一顿晚餐，或者下班后去居酒屋，配着油炸食品来享受一杯啤酒。这种情况也不少见。我理解，在工作后到居酒屋放松一下是件愉快的事情，但我们至少可以停止选择油炸食品作为开胃菜，而改为选择枝豆、豆腐等对身体无害的小吃。另外，大家还要记住，油炸食品放得越久，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就越大。不要忘记，油在外面会氧化，当油氧化后，会形成一种称为过氧化脂质的有毒物质。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吃油炸食品后胃灼热或者肚子不舒服的经历，其原因就是因为过氧化脂质导致的消化不良。这种过氧化脂质还可能导致癌症和动脉硬化等疾病，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损害。大家是否曾经考虑过，超市和便利店出售的油炸食品放在那里的时间有多久了吗？相信稍微想一下，就会感到非常可怕。在那段时间里，到底产生了多少过氧化脂质呢？此外，有些人买回来冷冻的油炸食品，放回微波炉中再次加热，这样做会使原本已经氧化的油更加恶化。买回家再次加热冷藏的油炸食品是对健康非常有害的。
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并且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接下来是第二部分，绝对不能使用的沙拉油。提到油，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它对健康有害，但实际上油是我们健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营养素。然而，我们对油有负面印象，是因为我们周围存在太多有害的油。但我想明确指出的是，对于我们的健康而言，油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营养素。世界上有许多种类的油，它们可以分为对健康有害和对健康有益的两类。不幸的是，我们周围通常存在的大多数油都是有害的，尤其是那些在超市或便利店出售的廉价油，几乎肯定是对身体有害的油，不应该是我们摄入的东西。世界上有许多种类的油，如沙拉油、大豆油、芝麻油、玉米油、橄榄油、亚麻籽油、亚麻仁油等。尽管它们都是油，但它们的成分差异很大，成分的不同自然会导致一些油对身体有益，而另一些油则有害。油可能既是毒药又是良药。您所摄入的油种类将决定您是否能过上健康的生活。接下来，我想向大家介绍一种不应该使用的危险油，那就是市售的沙拉油。在本书中，作者强调了绝对不要使用市售的沙拉油，这是根据各种数据做出的决定。我们经常听到沙拉油这个名字，在厨房里几乎都会有沙拉油，而使用沙拉油来烹饪是理所当然的。但实际上，只有在日本才会将食用油称为沙拉油，这是因为战后，日本民众被食用油制造商的洗脑策略所欺骗，让他们认为在超市购买的沙拉油就是食用油。现在仍然有很多家庭会用沙拉油来炸食物或炒菜。作者称沙拉油是一种危险的油，推荐大家不要使用。接下来，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沙拉油会被命名为如此奇怪的名字。制造商对这种油有着明确的目的，即从食用油的原料成分中转移消费者的注意力。欧美消费者在购买食用油时，首先会检查它是由什么原料制成的，例如，他们会检查橄榄油是否由橄榄制成，芝麻油是否由芝麻制成，然后再决定购买。这是因为油的成分和制作方法会影响其营养价值和安全性。除此之外，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件事，那就是油的制作方法有两种，即压榨法和溶剂提取法。压榨法就是利用压力将原料榨取油，比如橄榄油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制成的。很多人可能以为我们平时使用的油都是通过压榨原料制成的，但事实上，现代许多食用油是通过溶剂提取法制成的，即将化学溶剂挤完作用于原料，溶解脂肪，然后再提取油脂。这种抽取方法会导致营养素在提取过程中被大量除去，而用于抽取的化学溶剂挤完具有毒性等种种问题。使用溶剂提取法制作的油是工业化大批量生产的，通常会使用各种化学品，如己烷、磷酸盐和碳酸氢钠。因此，作者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用经过传统的压榨法精心制作的油。当您在超市等地购买油品时，请仔细查看产品标签，选择标有压榨等字样的油品。然而，市售的沙拉油并没有标明采用了哪种制作方法，这是因为没有义务进行标注。但事实上，市售的沙拉油都是通过溶剂提取法制作的，所以需要注意。大型制造商之所以不标明，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被发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售的沙拉油是不推荐食用的。此外，市售的沙拉油中富含 Omega-6 脂肪酸亚油酸，过量摄入亚油酸会给我们带来各种不良影响。在本频道介绍的其他书籍里，曾多次提到 Omega-6 脂肪酸是引起炎症的油，因此需要注意避免过量摄入。而本书中也详细介绍了过量摄入亚油酸的不良影响，比如缩短寿命、诱发过敏、增加心肌梗塞和脑梗塞的风险，导致高血压、增加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认知症和中风的风险等。大家应该牢记这些内容，尽量避免使用沙拉油。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